半年前，我在菜市场买了几只章鱼，准备做一顿爆炒章鱼。本来没打算养它们，直到我看到它们在不停的呼吸，平时都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把它们下锅呢？暂时先把它们养在这个水族箱里。一进入鱼缸，小家伙就躲在了水族箱的角落里。这个缸里都是我买的菜谱，因为无从下手，它们被流放到这个小世界里。慢慢的，缸里的生物越来越多。到了第二天，其中一只章鱼已经挂了，所以我决定只养一只章鱼。它活着也得吃饭，我给它了鱿鱼肉和虾肉，但是它并不喜欢吃。那能怎么办呢？当然是得惯着它。我又在菜市场买了条金鱼，你知道吗？最离谱的是，这条金鱼比一只章鱼还贵。一时间我不知道是选择让章鱼吃了金鱼，还是让金鱼吃了章鱼。在对着玉皇大帝祈祷了一会后，我决定还是再给章鱼一点虾肉，万一它又吃了呢？把虾肉轻轻地放在章鱼头上。都说章鱼很聪明，它为什么看到食物会逃跑呢？等等，它又走向了虾肉。看这个小家伙想干嘛？它只是把虾肉当成了假想敌，真是个愤怒的章鱼。接着我拿了一只小鱼，当靠近章鱼的时候，它开始蜷缩起身子。好吧，小家伙似乎根本不想吃。是时候把金鱼放进去了，看来章鱼更不想吃活的，它是不是在想什么时候上披萨？但1小时后，我发现章鱼改变了主意，决定吃掉被抛弃的虾肉。它的嘴鼓了起来，相信已经开始品尝虾肉了。很快30天过去，小家伙居然还没死。我开始尝试跟它来个第3类接触，人鱼情未了，慢慢的章鱼也开始伸出触手跟我交流，也许它能理解握手的意思。有时候他还喜欢玩时间停止的游戏，不管我怎么摸他，他都不动。不会是真的死了吧？那太好了。呸，我是说太不好了。奇怪的是，章鱼居然喜欢睡在扇贝的家里，怎么能随便住别人家？可能是他没有家吧。作为他的负责人，我应该给他安排一个家，到超市选一个吧。家选好了，章鱼却消失了。鱼缸盖好了盖子，他能去哪里呢？不得不说，你真是个天才啊，居然藏在了扇贝下面。大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，差点又被他骗了。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大别野，不用再寄人篱下了。他能明白人类的意思吗？可能他有起床气，还在为吵醒而生气吧。我把罐子拿开一些，加入几块礁石，让章鱼更有安全感。它像只小猫一样躲了起来，看起来它更喜欢把这里当家。这一次我又拿来小鱼给它，当小鱼放下的那一刻，章鱼慢慢地伸出触手，开始了这一天的一顿美食。4个月后，我又在网上买了一只章鱼。一开始它也是什么都不吃，直到我在院子里挖了只蚯蚓给它。开口后的章鱼越来越有精神，很快它就不挑食，给什么都吃得很香。章鱼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，智商相当于小学2年级的水平，可以使用工具，模仿其他动物，还可以记住喂它食物的人。但不幸的是，章鱼的寿命只有3年左右。这只看起来已经1岁多了，相当于人类的30多岁。为了区分2只章鱼，这只网购的就叫旺财吧，菜市场买的那只就叫来福。旺财像条皮皮狗一样，每当它饿了就开始出来要饭吃。这时候只要我拿着小鱼在水中摇晃，旺财就会听话的来拿走食物，然后他会拿着食物到安全的地方吃掉。慢慢的我开始尝试跟旺财肢体接触，起初他会很害怕，喷出墨汁撒腿就跑。在喂了他半个月之后，我们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当我再次把手伸向旺财，他也伸出触手和我握手。和来福一样，我知道这是他接受了我，或者他在检查我手里是否有食物。和章鱼做朋友的感觉很奇怪，可能很多人不想跟食物做朋友吧。来，过来吃东西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旺财除了吃东西，就是在家里待着。我想是时候把来福介绍给他了。初次见面，让他们单独相处一会儿。2个小时后，旺财躲在了角落，而来福激动的在旁边跳舞。
原来旺财是个女的，那应该给她改名叫铁锤。来福鼓足了勇气，慢慢的接近铁锤，他们纠缠在了一起，好像不是在打架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好像认识了一样，时不时的就互相打招呼。直到第二天，我发现来福走进了铁锤的房间，他伸出触手，好像在叫铁锤一起住进去，就像两个初次见面的男女朋友，一直背着身子用手试探。铁锤还是很害羞的样子。3天后，好家伙，他们一起住进了罐子里。事情发展的也太快了，我预感很快就会有章鱼宝宝出现。当打开灯的时候，来福不好意思地走了出来。活动了很久，可能是饿了，我拿出一些蛤蜊扔给他们。就连吃蛤蜊也得2个人一起吃，你们也太黏糊了吧，就连吃饭都得腻在一起。而且来福还会在铁锤面前跳舞，头朝下，身子旋转跳跃，难以想象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玩。有趣的是，来福有时候会在罐子外面守着，可能里面有点挤，他们住不开了吧。我还是把礁石给他们拿了过来，这下面的躲避空间给了他们一个大豪宅，看得出来他俩很喜欢这里，希望他们可以活得更久吧。好了兄弟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一个晴朗的下午，昆商野采的路上，发现稻田旁的水渠里有一些密密麻麻的东西，还发出了臭味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走近一看，原来这些密密麻麻的全都是田螺，最近连续干旱，水渠里已经快干涸了，露出了下面的田螺。不过为什么要这么多田螺呢？而且还发出了很重的腥臭味，看起来得有几万只田螺，正好手上拿着工具，用咬着抓一些田螺回去。好家伙，下面的田螺更是有一股大海的味道，感觉这些田螺可能不止几万只。把田螺拿到小河里洗一洗，拿回家里还是太臭了，再给它们洗一遍。田螺在离开水后还会存活一段时间，不知道这个臭味是不是死掉的田螺发出的。昆商准备了一个鱼缸，里面加满水，把田螺放里面。如果它们从壳里钻出来，说明它们就没事儿。春天的水温还有点低，给鱼缸装上一个加液棒，可以让田螺们更快的苏醒过来。很快，水温上来后，田螺们开始活动了。几个小时后，田螺们爬满了鱼缸，可以确定大部分田螺都是活的，就是鱼缸里散发着奇怪的味道。昆商把缸底上这些确定活的田螺都捞到水桶里，盆里的田螺还不确定到底怎么样。如果田螺BBQ了的话，会发出粑粑一样的味道，这样一闻，昆商的手也不能要了，也是一股粑粑味。给鱼缸里换上新水，把田螺都倒出来，爬到缸底上的就是活田螺，这样就可以区分活的和空壳了。昆商闻了闻缸里的水，并不臭，发出臭味的是桶里的田螺。取出来的活田螺，昆商想把它们养起来，再次清洗之后，放入换上新水的鱼缸里，给它们打上氧气，每天换水2-3次。10天后，缸里的臭味消失了，而且也变得很好看了，有黑色的，有深绿色的，还有褐色的。叫它们什么呢？听说田螺有净化水质的作用，田螺不断的过滤水中的食物，可以降低水中的有机物含量，从而达到净化水质的效果。昆商决定实验一下，榨了一些蔬菜籽倒进鱼缸里，过了一会儿，水都变绿了。这些田螺抓回来半个月了，还没吃过任何东西，它们的过滤能力是不是会很强呢？那就得让时间去检验了。5个小时后，鱼缸果然慢慢的变清澈了。田螺们把绿色的水过滤了一遍，鱼缸底部都是绿色的粑粑，水也变得透明，确实有点神奇。而野外水渠里的田螺可能也是过滤了水渠里的脏水，才会发出难闻的臭味。到了晚上，昆商又来到那个水渠边，想观察那些田螺怎么样了，被一个黑影吸引了过来，原来是一只大螃蟹。那昆商自然是不能让它跑了呢。昆商把大螃蟹带回家，把它养在这个大鱼缸里，绿了吧唧的，就叫它小黑吧。到了第2天，这家伙得饿了吧？一只小鱼迷路了，跑进了冰箱里，它好像冻坏了，看来没救了，把它拿给小黑吃。小黑怎么闻都不闻呢？难道小黑是吃素的？10天后，小黑不吃也不喝，所以鱼缸里非常干净，一点粑粑都没有。它不吃东西，难道想让昆商吃了它吗？
昆桑又到野采小黑的地方，也采了一大筐田螺。这次里面还掺杂了很多河鲜，把小黑平时常见的朋友给他带来，会不会勾起小黑的食欲呢？这里面还混入了一只泥鳅宝宝，一下子加入这么多生物，如果缺氧了就完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也许是闻到了熟悉的气味，小黑爬到了田螺山上，开始吃起东西来。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玩意儿，反正嘴一直没闲着。仔细一看，原来在吃河鲜，而且他把河鲜的壳夹碎，再吃里面的肉。12天后，昆桑来观察小黑，就连他背上也都爬上去了很多田螺，而缸里的田螺和河鲜，不管小黑怎么吃，都看不出来变少。小黑就蹲在角落，饿了就夹起脚下的河鲜。晚上昆桑来观察小黑，他还在吃，不过这次昆桑可不是单纯的养殖螃蟹那么简单，这小黑别的东西不吃，就只吃河鲜。想养好小黑，就得照顾好河鲜和田螺。这么大量的河鲜和田螺，如果死了一只两只，水质可能很快就会恶化，小黑也会受到影响。所以昆桑要经常给鱼缸换水，把里面搅和搅和，下面非常浑浊，把堆积的脏东西都吸出来，重新换上新水。那么这些河鲜吃什么呢？昆桑给他们的是豆浆，昆桑亲自手冲的豆浆，刚倒进缸里，水很快变浑浊了。而给田螺准备的是生菜、一只螃蟹、几百只螺和河鲜，他们一起愉快的生活了。好了，本期螃蟹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